塞尔维亚外长称或加入对俄制裁，这并非落井下石那么简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在中国人看来，远在欧洲的塞尔维亚是铁哥们儿，是另外一个巴铁。其实对塞尔维亚来说，俄塞关系的亲近程度要远远超过中国，因为双方在宗教文化和人种上都很接近，甚至连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很相似。不过，塞尔维亚外长达契奇最近的一段讲话，刺疼了俄罗斯人的神经。他说，如果贝尔格拉德认为有必要，可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这个问题上，塞尔维亚将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达契奇还说，塞尔维亚谴责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行为，并在国际论坛上投票反对这一点。塞方是否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不是时间或期限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也就是说，自2014年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之后，塞尔维亚之所以表示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不是同情俄罗斯或者不敢制裁，而是不实施制裁对塞尔维亚更有利。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俄罗斯必须停止招募塞尔维亚人参加对乌克兰的战争。他批评俄罗斯的媒体和社交团体用塞尔维亚语发布招兵广告。塞尔维亚还开始向基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甚至要帮助乌克兰恢复被俄军炸毁的电力系统。看到这里，很多网友应该能感觉到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变化，似乎出现了全面站队西方的情况。接下来，该国甚至有可能加入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列。那么，塞尔维亚为何要如此做呢？实际上，这绝对不是对俄罗斯落井下石，而是有自己的苦衷。因为选择这样的政策对他们自己更有利。首先，对塞尔维亚而言，当前最大的危机是科索沃闹独立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风险。而参与欧洲和北约斡旋的塞尔维亚，需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表达一定的偏向乌克兰的立场，甚至实施一些损害俄罗斯利益的措施，以换取符合自己利益的条件。第二，塞尔维亚为了维护拥有科索沃主权的法理基础，必须反对俄罗斯并入乌克兰领土的行为。也就是说，俄罗斯使用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与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肢解南斯拉夫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塞尔维亚在联合国投票时一直站在西方一边，谴责俄罗斯，态度是比较明确的。现在武契奇开始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甚至帮着修理供电系统，明显是在强化自己的立场。第三，俄罗斯现在能给塞尔维亚的利益并不多。过去俄罗斯对塞尔维亚的天然气供应是一大筹码，现在欧洲天然气开始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石化能源价格更是暴跌，俄军又深陷乌克兰，能给塞尔维亚的实际支持微乎其微。武契奇说过，在科索沃问题上，塞尔维亚只能靠自己。对此，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个被北约摧残过的欧洲国家的难处。第四，俄罗斯在塞尔维亚招募雇佣兵的行为损害了塞方的利益，让武契奇不得不改变立场。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几乎是同文同种，这本来对发展双边关系非常有利。但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将塞尔维亚人送上乌克兰战场，必然会导致欧洲国家对塞尔维亚人的敌视和围剿，这可能是影响塞尔维亚整个国家融入欧洲的大事。总体而言，塞尔维亚出于对自身利益、国家安全和防止国土分裂等问题的考虑，该国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非常有可能发生重大转变，其改变的幅度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态度，以及对能否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好处。国家之间的关系永恒不变的只有利益，因此我们需要对塞尔维亚政府立场的选择给予足够的理解。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